一场期待已久、精心策划的旅行会被2个字给毁掉：扫兴。今天又为你总结出旅行出现扫兴问题的9大关键因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将会和你一起旅行的亲朋好友们。这一集要帮大家尽量的避开旅行中的扫兴，同时我们也努力不要成为一个扫兴的原因哦。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嗨，EO来啦！让人扫兴的事情千奇百怪，EO总结了我认为比较高发的9条旅行中会让你扫兴事件的总结。我知道只要聊到这个话题，观看这一期节目的我的有丰富旅行经验的观众们肯定很想展开一场关于旅行扫兴的吐槽大会。欢迎大家来到EO的直播间，一起聊一聊如何化解旅行中的扫兴。北美西岸时间周5的晚上6点，准备好你要吐槽的那些扫兴经历。如果你刚刚好错过EO的现场直播的时间的话，没有问题，请把你要吐槽的扫兴经历写在这个视频的留言板中。虽然可能是一些让你不堪回首的黑历史，但是在EO的邮轮旅行活攻略的这个温暖的社区中，互相交流之后就不会重蹈别人的覆辙。觉得有意义的话，请给EO的视频点赞支持哦。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EO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EO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EO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第一项，旅行攻略太过缜密了。每个人都希望所有的旅行都可以做到不忘此行。我相信所有EO的观众都属于这个类型的，恨不得每到一个城市就把当地最著名的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这个时候，时间管理专家的潜力就被挖掘出来了，恨不得把可以利用的时间用到极致，像马斯克的日程表那个样子，按照每5分钟来计划。但是EO很遗憾地告诉你，攻略做得过于的详细和周密，往往是让你这次旅行扫兴的原因之一哦。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网上不知道存了多少份的攻略，最后因为时间太赶，或者是一些你意料不到的原因，不能够一一达成心愿的话，无意之间扫了自己和家人的兴。第2条，旅行的准备不充分哦，与第1条刚巧是相反的。EO接触过很多的旅行者，都是走到哪里算哪里，出门了都没有搞清楚这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到底是要去哪里呢？要搭乘的邮轮是什么风格呢？有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呢？当地的天气适合穿什么类型的衣服？在邮轮靠岸之后，重要前往的打卡景点叫什么名字呢？旅行过程中有没有时差？当地使用什么样的货币？等等等等。如果你连邮轮几点钟靠岸、几点钟开船都还没有搞清楚的话，很有可能你需要找当地的警察叔叔来帮忙哦。一个人旅行也就罢了，最多也就自己吃一点苦头。万一你是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的话，估计就会遭到劈头盖脸的抱怨，应该也在所难免了吧。第3项，和扫兴的人一起旅行。有多少次我们带着家人或者朋友一起旅行，精心安排的观光计划被说成原来也没什么可看的，安排在当地知名的餐厅享用美食时被说还不如在家吃划算呢，到了举世闻名的博物馆门口被说门票太贵了，我在门口等你，你自己去吧。好不容易可以放个假，在旅行过程中好好的休息休息，却被说记得要带上书和作业哦，旅行中的见闻要写成不少于5000字的作文交给我。上了邮轮看到琳琅满目的自助美食，被说
你已经很胖了，少吃点。为了参加正装晚宴，正在精心打扮的时候被告知，快点吧，你不管怎么打扮都是一样的。兴致勃勃地挑选着精致的旅行纪念品时，却被说快走，别看了，家里已经有很多垃圾了。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呢？或者我们曾经对别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试问不管谁听到这些之后，哪里还有半点旅行的兴致呢？第4条，在意外发生时的那一个念头，没有人可以保证旅行的过程中一切都如预期般的完美，大大小小的变化和意外似乎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航班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迟到或者是取消，酒店也可能会因为技术原因没有能够订得上，邮轮可能会因为不可抗力而改变航向，景点是可能因为罢工不对外开放的哦。大多我们意料不到的那些事情在旅行中发生的时候，我们无法控制。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念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很遗憾，这个念头将会成为你这次旅行扫兴的起源。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将自己武装成一个对于意外具备随机应变能力的人。面对挫折，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冷静地掌控一下局面，学习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心态的旅行家。这个能力并不是天生就能够具备的哦，只有在一次次的旅行经历中积累经验。如果不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心胸可以如此的宽广，能力可以有那么的强大。第5条，和钱过不去。既然出门旅行，请千万不要和钱过不去。抠抠搜搜的旅行永远会是旅行过程中致命的扫兴根源。在计划一场旅行之初，请清楚明了这一场旅行你到底愿意花费的预算是多少呢？眼前看到的这一些开销是不是真的是整个旅行所有的开支呢？哪怕做足了预算的功课，也请留出一笔额外的基金。当你想多品尝一口当地美食的时候，当你想多买一件旅行纪念品的时候，当你想对自己更好一点点的时候，让自己的旅行不留遗憾，在可负担的前提下哦。钱只是一个数字，而它是最直接可以换来你满满体验感和满足感的源泉。在已有10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遇到过真正懂得享受、懂得善待自己的人，往往都是那个懂得赚钱的人哦。能挣会花，懂的人都懂。如果刚巧和你一起旅行的同伴习惯性走到哪里都必须要讨价还价，和所有的人都算得连草都不生的话，你下一次还愿意和他一起旅行吗？第6条，人与人的冲突。每个人的性格、脾气、习惯都是不一样的。也是一个急脾气和爱打抱不平的人。旅行经历真的磨平了我身上不少锋利的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请记住强龙不压地头蛇的这个道理。当然，并不是在教你遇到恶意刁难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只能一味的忍让。只要我们守规则，懂得规矩，在尽量避免面对面交锋的情况下哦，要做出最有效的判断和措施。录音啦，录像啦，报警呢，向有关部门投诉啦。在我们的旅行中，身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无论您多么看不惯他，请不要第一时间的当面犀利的指出。因为每一个人调节情绪都是需要一点时间的，立即指出你是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反而是让对方抓住了你的把柄。最好的办法呢，是找到专职的管理人员，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去规范规则。如果找不到，你就来找益友吧，在益友的留言区留言，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我，我会做成视频来广而告之。总之，不要因为一时的义气扫了你旅行的兴致哦。第7条，身体出现状况。
旅行中最意料不到的扫兴，当然要属于身体突然出现状况了，也就是生病了。看似避无可避，但是如果你看了一不生病的那一集的观众，应该已经学会了很多如何尽可能的避免在旅行中不生病的妙招了。想不起来的，或者是还没有看过的，都可以去复习一下。来不及看的，又帮你总结了一下，就是吃得健康，睡得足，拉得顺畅，准备充分。特别要提醒的是，平时你身体状况不太稳定的那些旅行者哈，切记在你计划旅行的同时，要做个例行的身体检查，听医生的肯定没有错。第8条，财务遗失，丢三落四的毛病，大部分人都是有的，不要以为这个是小朋友才会犯的错误。特别是在旅行中，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语言，时差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小脑宕机、大脑麻木。我听过，大学教授把护照压在枕头底下，在结束了这次旅行之后，人下船了，护照还在枕头底下压着呢。有个知名的企业家下船的时候，一捆一捆的现金呢，居然还在他套房中的冰箱里放着呢。有一个旅居欧洲多年的老玩家，居然在登船前被偷了护照。刚刚提到的那一个算得连草都长不出来，去哪里都要跟人斤斤计较的人，居然被面对面骗走了钱包里的现金。财务的损失一定是旅行中大扫兴的元凶之一。又只能建议你尽量简单你的装备，不要大包小包的。重要的证件，无论你是需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掏出来多少次，请你用完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放回原处哦。不要着急，慢慢来，不需要手忙脚乱。没有人敢催促一个将自己的护照放回原处的人哈。往往在这个环节出问题的呢，还不是别人对你着急，而是自己对自己着急的人。出门在外，不显山不漏水，低调低调再低调啊！什么钻戒啊、名牌包包啊、劳力士手表之类的，就不要带出家门了吧。第9项，人身安全，单独把这个问题列出来，因为也有见过很多的例子。旅行的过程中玩得太嗨了，本来不敢爬的地方爬上去了。邮轮公司明文规定，某一些身体机能不完善的人士不建议参加的那些岸上团，也硬着头皮参加了。很多的海滩正在被海蜇群光顾，是蜇人的那种海蜇，明明插着牌子不准下海的，也有人下了海哦。本着这个视频在开头的时候表述的观点，不枉此行。很多人的确对于风险的评估，对于规则的藐视，对于自己身体机能的了解不足够，没有那么的重视的情况下，而造成了很多无法逆转的扫兴后果。看了一佑今天的视频，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话想跟一佑聊一聊呢？欢迎加入今天晚上一佑邮轮旅行活攻略的直播时间，我们来一场关于扫兴的吐槽大会。我会把直播的链接放在今天这个视频的说明栏中。如果这一集的内容对于您和您的朋友有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支持哦。看一佑邮轮旅行活攻略，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拜拜。